你爸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，说最近联系不上你。我说你去日本出差了，但不知道这件事能瞒他多久。关碧宇工作室签约著名画家丁义阳，作为利通传媒力捧画家。丛林法则，胜者为王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丽霞，陆长，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们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强迫自己要撑住，不管心里多难受，面上总是云淡风轻的。可是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寿司，寿司，寿司。乖啊，不怕，你哥会没事的，他会平安的。嗯。对不起。妈，我要喝补脑的汤，特别补那种。太阳再从西边出来了啊！以前我是搭着零花钱给你煮汤喝，你都不喝，这是怎么啦？最近考试用脑过度，头发都快掉光。哎呦，这么浓密的头发还快掉光了。
最好了，妈，你就给我做一个，做一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妈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不就是先敷的吗？你没看见我在给你装保温桶里呢？拿着吧。哎，我妈最棒了，完胜米其林大厨。就你嘴甜。我走了。哎，早点回来。哎，拿着。啊。千万别告诉你爸啊。哎，长这么大呀，难得你出此远门，来，让妈妈好好看看你。妈，我就是去拓展训练，又不是上前线。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啊是人上了岁数吧。这半年啊，我老是喜欢怀旧。您就是全剧看多了，多愁善感。再说了，你也不老，年轻着呢。青春无敌美少女是年华正好一枝花。就你嘴甜，可是小时候糖没白吃，这嘴跟抹了蜜似的。这一转眼，都长得这么大了，又高又帅。你看您多厉害呀，能把我养这么好。养你可难了。小的时候啊，特别爱哭，生病了哭，吃药也要哭，上幼儿园还要哭，动不动就哭，就像小龙王。当年我要是不哭，你也不用放弃你自己的理想了。傻孩子，哪有比做妈妈更好的理想呀？妈妈当年放弃了进修，是人生的遗憾。不过因为有你，我这辈子啊，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我呀，给你存了一个恋爱基金，等将来你谈了朋友，要结婚，就拿出来用。妈，等我以后结婚了，我就拉着您的手，跟我老婆说，看见没有，这个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只能排第二。去你的！妈。小四，你怎么了？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吧？玉姐，你有见到立夏吗？她不见了。你告诉我她去哪儿了？玉姐，你告诉我立夏她去哪儿了？我找了她好久，我找不到她。我去了所有她在的地方，我都找不到她。我会帮你找到他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你把眼睛养好，你这样会让他更担心的。陆志昂不见了，立夏也不见了。为什么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都不见了？我要怎么？你的药在哪儿？
小思，你要不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吧？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小思。时光改变太多，似乎才过去一瞬间，其实已过去8年。8年前的浅川一中，现在的上海街头，像是2个不同时空的不同世界。唯一不变的，只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阴晴圆缺。而每到悲伤的时候，惹起更多的，只能是悲伤。傅小司怎么样了？很不好。立夏突然就消失了，他怎么会好呢？我没敢告诉他立夏给我报平安，都不知道行踪。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会处理好他们感情的事情的，别太担心了。这些时间你先好好休息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是有多讨厌这儿啊，才一声不吭的就要离开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即使什么也帮不上他，也不该什么都不说一声吧？立夏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你想，他这段时间经历这么多，可能离开一段时间可以想得更清楚。这就是你们真心的想法，对吗？放下朋友，或者干脆放弃恋人，然后不告而别。你们太理所当然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并没觉得什么理所当然，我只不过是觉得立夏有他自己的道理，我大概可以理解。对啊，你们都有自己的道理。所以你要和立夏一样不辞而别吗？什么不辞而别？你要出国留学的事儿，你要瞒到我到哪一天？去呀，去剑桥读你最喜欢的建筑，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着的吗？可是我要去8年，你会和我走吗？我不去啊，我肯定会留下来。我要找新工作，交新朋友，我一定会结婚的，我肯定会结婚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是啊，你那么优秀，肯定会无数男生喜欢你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要嫁的人一定不会抛弃我，不会不告而别，他一定什么都跟我说。啊？那我自己走。我们一块儿去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真的太天真了。我们2个一起去上海，住哪儿？有稳定的收入吗？吃什么？你现在有机会实现梦想很好，可是万一梦想没实现呢？上海的房价有多贵，物价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一起奋斗吗？去天桥下面卖唱，给人家卖笑脸。这种日子我经历过，不想再经历了，更不想让你经历。所以，那天在我说出好消息的时候，你已经决定不去上海了。你根本就没有真心支持过我。你也没有替我着想。
对不起，段桥。刚才说的那些话并不是我的本意，好像是另一个自己脱离了身体，附在上方看。可是哪怕他再难过，哭得再伤心，你都看不见。对不起，段桥。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当年青田的选择了。拼命靠前，才懂到明白你已经。遇见的前程还是有很大的问题，他没有出国经历，也没有学历，更没有工作经验，所以很可能被拒签。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真的很想和他一起出国。我很抱歉。如果他不能去的话，我想放弃这次机会。喂，温先生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您说。于健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一个人走。当我知道了要去英国，就开始着手办你的出国事项。但我害怕，怕你会拒绝我，怕你不愿意和我一起走，所以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成为我的合法妻子，和我一起去英国。昨天我们吵了一架之后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特别害怕失去你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什么剑桥，什么博士，什么前途，跟你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只要有你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于健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平凡的段桥，和他一起去英国，共度下半生吗？你求婚的时候能不能准备束玫瑰花呀？段奶奶，你看我今天着装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比张国荣还帅啊！哎，我穿的是不是有点显老啊？特难看。难看什么？我老婆比王祖贤还美呢。走吧，民政局就到了。哎，喂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附近拿样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你不是想逃婚吧？想什么呢？乖乖在这等着，有一个惊喜给你。
有什么惊喜不能领完证再说吗？不行，因为这种东西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希望我们领证的时候是非常完美的。你放心，绝对不是借着那种俗气的东西。等着我。等着我。你快点啊！于姬，傻小子，对不起。我还没有捧着你的脸，好好看过你，还没有在你怀里头撒过一次娇，你就那么走了。从前你都那么听我的话，这日子你怎么不听了呢？你还说要给我换个大房子住，要当我永远的听众。你真的？滑练了吧？
来帮你修吧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这很好弄的，我上次就帮我同学弄过一次。你好，我叫段桥，请多指教。什么？段桥？你名字也太搞笑了吧！你看什么看啊？你化妆真好看，像个明星。于姐，你知道比萨斜塔吗？怎么了？比萨斜塔是很著名的建筑，它之所以著名，就是因为它斜，但是没有头。所以有的时候，缺陷比完美还要美，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。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。于姐，你怎么一个人乱跑啊？你知道我找你多久？看什么看傻了？啊？怎么？男朋友过来接你，心里不开心啊？我喜欢你。我会一直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，支持着你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附近拿样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等着我。到底是什么惊喜，值得你拿命去换？哎，我说我的白衬衫哪儿去了？原来被你穿上了。不行啊，别拍啊！乔，
玉见胃口多好，每次都要吃这么大一碗面。没有啊，这明明是你的面，我吃一口而已。哎，你说好只吃一口的，你都该给我吃完了。别拍了，你自己下一碗。今天是我们遇见工作1个月的时间。我们今天干嘛呀？越来越漂亮。表演。别拍了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我在家等你。哇，我真的是好多年都没玩了，我技术一点都没退步，太厉害了！段强，你快过来给我跪下，拜我为师。别拍！小奶牛吃草呢。没完没了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遇见。现在是2点26分，我们刚刚吵了一架，你现在应该还在睡觉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向你求婚。如果你答应我了，我们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夫妻。遇见，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年里，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包括如何去理解，如何去包容，如何去爱。和你在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，都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你。所以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我愿意。人有3样东西无法挽留：时间、生命和爱。如果我用尽全部去爱你，我们会不会幸福得更加久一点？如果我把我的生命都给你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分开？当我再也找不到你，我才发现，未来不过是千万个黑夜的循环往复，怎么也找不到终点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Aaron， 欢迎度假归来。
我放了几天假，回来就变天了。看来这没我的位置了。爸，你坐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大家都已经表过态，愿意拥护贺总作为公司负责人。实在不行，贺总会离开公司，在座各位也都会追随贺总。在座的各位，哪几位啊？想不到自己这么不得人心吧？老贺，立通是咱们俩一手创立的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过来了，今天你要跟我闹哪出啊？我能给你闹哪出啊？自然是下面要发生的那出。只是这么多年，大事小事都是你做主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有意思呢？如果你还要继续掌管立通的话，那么贺总只能另立门户了。像贺总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够屈居人下呢？当然是要择高处立，往远处看了。真的要走？当然。我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考虑。立通到今天不容易，我不想闹得四分五裂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交出总经理的位置，今后的立通由你做主。爸，你疯了！你确认你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？在座的可这么多人都听着呢。君子一言。离职书已经准备好，签吧。严总，笔也在上面呢。看来是早有准备。这份东西我可以签，但是在签字之前，我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这么处心积虑的拉我下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需要贺总来说吗？你用人不当，决策失误，缺乏商业判断，损害公司利益。严大壮，你早就该把手里的权利让出来，可偏要等着别人来逼你。换作是我，早就没脸在这个圈子混下去了。好啦好啦，人家把总经理的位置都让出来了，我们也不是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还是合作伙伴嘛。我想请问各位，对我手上的这份离职书，有谁还有什么异议的吗？干什么呢？李八正翻船呢，去。谁翻谁的船啊？何总啊，
联合公司的其他几位股东，要马上要离开利通，另立山头。哎呀，这时候正逼着严总让开总经理的位置呢，都怪凯尔，成天呢就指着贺总的支持，在里边上蹿下跳的。爸，你不能签。Carol，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敢命令我爸？你不过就是我爸的一个下属，看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儿，一看就是个叛徒。别说，严大小姐这骂的还挺到位的。凯瑞就是个叛。别说，严大小姐这骂的还挺到位的。凯瑞就是个叛。爸，算了。请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那间办公室记得收拾收拾，以后就归贺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利通集团正式解除了职务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疯了吧？贺小茹和开若违纪调查书。这怎么回事？勾结公司的法务，让自己人吃官司，私自签约丁义阳，吃里扒外，以权谋私，哪件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利通？既然你这么不仁不义，跟你我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解除你们俩所有的职务，接收公司的调查。不劳你的调查。这里在座的人，都是愿意跟我走的人。你自己照顾好利通的空壳子，好自为之吧。走。你们这些老狐狸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反水了？你以为商场上真的只有利益没有情义吗？这些都是跟我当年一块打拼天下的老人，真的会跟你一个穿草鞋的瞎闹腾吗？不过，如果不是真的陪你演完这场戏，我还真不知道谁是人，谁是鬼。慢走，不送了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
Karen， 别把话说太死。谢呀，严大壮，真是老奸巨猾。看什么看？我看呐 ，Carol 这回是没戏了，这脸都撕破了。他手下的艺人们不会都跟着遭殃了吧？有事吗？严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凯若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虽然他是我的经纪人，但是平常他的事情很少会跟我说。我知道，他是他，你是你嘛。我们当然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公司会走流程。不。我当然还想留下来。我跟立通有感情。好，那公司会给你请一个新的经纪人的。好，那不打扰您了。去问他的办公室，看来是自保去了。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人往高处走，意料之中。当初你冲到电梯口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们走不到最后。因为我很想红，我也必须要红。为了红，我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。我跟他们拼的不是颜值、条件，是头脑，还有野心。毕竟，让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学会忠诚，是件很困难的事。难道你是因为忠诚才被开除的吗？保重。你以为你的那点小心思，爱人会看不透吗？
怎么了？还睡不着？公司的事情解决了，可是陆晨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爸，你有没有特别无能为力的时候？有啊，多着呢。比如说今天应该就算是吧，还算好，准备的充分，公司没丢。但是被朋友背叛的滋味儿，应该比丢了公司还难受吧？爸，你说，人是不是要经过低谷期，就很快好起来了？也不一定啊。你就不能骗骗我吗？我就想听你跟我说，他会好，没有人能找到他，总有一天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。好了好了，傻丫头，爸爸知道你担心那个臭小子，但是生活真的就是这样，总有起起落落的时候，也不见得过了低谷就一定会好，但至少还有置死地而后生的机会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要靠他自己了。许多改变都是在一念之间发生的，就像泰坦尼克的触礁，或者雪山的崩塌，顷刻间一泻千里，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如果能够乘上一列奔向往日时光的列车，回到最初出发的站台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公司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的工作室可以重新再开。谢谢严总，但是我暂时没什么灵感。严总，我想请一段时间的假。想去哪儿？回前川。算了，这2碗面算我送给你。祝你们前程似锦，友谊长存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这店得一直开着，我还想再回来吃呢。好嘞。咱们再见。志昂。
这咖啡跟咱们上学时候不太一样了。当然了，你以为你走的这几年，地球都停止转动了？现在连肯德基的咖啡都变成现磨的了。什么时候你能给我现磨一杯啊？啊，想得倒挺美的，咖啡到处都有，自己去买。如果早知道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当时就真给你现磨了。都变了。你别看了，你去门口，他来告诉我。来了来了。上课了啊！小思，今天我们毕业了，故事快要告一段落了，可我还有对白没有说完。我的人生中有2件幸运的事情，一件是在浅川的那条街上撞见你，从此以后把这样的一个你装入了我的世界，那个每天坚持去画室的你，那个为之昂两肋插刀的你，那个在颁奖台上
说感谢天使的你，一点一滴悄悄改变着我。另一件更幸运的事情是，有生之年能够喜欢你，因为有你走在前面，我得以不怕黑，不胆怯，更坚定地追上去。现在该轮到我为你做些什么了吧？只希望能陪伴你很久很久。小思，从今天起，我决定为你做一个很勇敢的人。立夏。我的事情就应该我自己承担。小思，你信任我吗？信啊。那好，就让我做你的眼睛吧，就像老人与拐杖，犀牛与犀牛鸟，我做你的工作搭档，我帮你辨别颜色，以你的天分和才华，一定在画纸上呈现的效果都不会有差别的。你记得那年我们在孔明灯上一起许过愿吗？我写的，我希望和你有好多好多个3年。不要担心，我承受不住压力，一直都会陪着你。藏在岁月里的秘密，过了好久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在原地等了很多年。纸张上的斑驳，树干上的年轮，更或者天幕中瞬息变幻的星辰，全部的全部都有迹可循。唯有你，当我再回来时，却已消失不见。小四，你回来了。不，里面坐吧。小四，你和之昂之前最喜欢喝可乐了。谢谢陆伯伯。小四啊，你很久没有回浅川了吧？这次回来是休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附近出差，所以回来给您送点东西。我是什么也不缺，不用给我带东西啊。这是志昂之前就买好的，只是没来得及送给你。合适吗？合适，那家伙眼光挺不错的。志昂的事儿啊，其实我都知道了。不，都是我的不好。怎么能怪你呢？志昂这孩子啊，天性坦荡，又重情义，你们两个相识一场啊，是他的幸运。不，你放心吧，志昂一定会回来的。其实啊，他回来过。什么？他回来过？他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他没有回家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去看了他妈妈。其实，他有什么好怕我的呢？我是他爸爸呀。就算他做错了事儿，他也是我儿子。
爸，小四，老婆，你儿子回来了，老婆。爸，你在家的地位怎么一点都没变啊？你不要去问他眼睛的事情，孩子会有压力的。那就由症状发展呐。我找了那么多偏方呢。这样，回一趟家才发现，父母老去的速度，竟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我们难以避免成了客人，但在他们眼里，却仍然是生活的全部意义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你没有自私的权利。吃饭了啊！爸，快来！今天儿子回来了，特别高兴，咱们呀一起喝2杯。你少喝一点啊，别血压上去了。爸，你都有高血压了？不是什么大病，所以没告诉你。除了血压高一点儿，其他的指标都好得很，不用担心啊。妈，那你的身体呢？有去做检查吗？哎呦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放心。你妈呀，这叫老当益壮，没病没痛，越年纪大了越努力。哎，最近在偷学英语，她说等将来到上海来带孙子的时候好交流。你妈呀，等着抱孙子了。别有的没的都瞎跟孩子说，别听你爸的啊。妈，我现在工作忙，这个事儿还真的没考虑过。啊，没有啊，一点都没逼你啊，早着呢，我们知道你忙啊。可是小四，你说以后我跟你爸爸都退休了，我们身体又这么好，要是能帮帮你，不是也减少你的压力吗？这是好事儿哈。妈，你们退休了之后就去环游世界，多过一点你们自己的生活，不要老为我操心了。我不为你操心行吗？你是我儿子，长得再大，在我眼里也是孩子。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啊，我天天担心你生病。后来你上学了，哎呦，我就担心你别不长个儿啊。等到文理分科的时候啊，我又担心你选错行。上了高3，担心你考不上大学。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，我又担心你找不着工作。现在好了，有工作了，我又担心你太忙，你照顾不好自己。你和立夏还好吧？哎，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？好啊，都挺好的。他忙，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军，所以经常要出差。小思啊，你们俩也这么久了，有些事情你要主动点儿，别让人家女孩子着急啊。就是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，你们3个啊，这样这孩子最可惜。咱们碰一下吧。啊，来，
小姐，说您怀孕了，是真的吗？这可以说一下吗？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事吗？因为我没有怀孕过，打开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谢谢。都说这些事情是谣言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公司很快就会有人出面来辟谣，谢谢各位的关心。您曾经带过的艺人出了这种状况，您有什么态度吗？我的态度很明确，谎撒的多了，自然会被拆穿。娱乐圈不应该宽容这种劣迹艺人。这些乱七八糟的黑料都快把我给埋了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人管啊？七七姐，我也刚接手您的工作，所以我只能做些小决策，具体的还是要等到公司请到真正的经纪人再说。又要让我等是吧？好 ，OK。我可以等。那你告诉我，专业的经纪人什么时候到位啊？这个还是等公司安排。那我的工作呢？通告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发在我的手上？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拍广告吗？为什么不去准备啊？广告临时有变，不拍了。什么叫不拍了？什么叫临时有变？是今天不拍了，还是永远不拍了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一群废物，什么都得我自己来。喂，娱乐大事件吗？你好，我要爆料。是这样，我知道内幕，并且我也确定这个内幕是真的，因为我是陈七七的闺蜜，我是她的好朋友，所以我可以保证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。你听好了，陈七七她没有怀孕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只是一个乌龙事件。没了？没有了。那他是小三吗？是同性恋吗？有吸毒史吗？有自杀倾向吗？没有。都没有，这算哪门子大爆料啊？你逗我玩呢？你们能不能有一点职业道德啊？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今天要爆的最大的料就是程七七她没有怀孕，她也没有堕胎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毁了一个艺人一辈子？澄清一下就这么难吗？我们没必要为一个劣迹艺人澄清吧？再说了，我们是娱记，跟我讲事实，你谁呀你？我是程七七。你程七七，我还阿里巴巴呢。喂？喂？喂，小四。小四。你助理说你情绪不太好，我看你脸色也不太好，要不我带你去医院吧？你来关心我啦？我说过我会负责的，我一定会遵守承诺。你就算为了孩子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
外面现在那些新闻你肯定也看到了吧？那些没关系的，无论我陷入什么样的非议都 OK 的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。我承认刚才在你来之前，我状态确实有点不太好，但是一看到你，真的我什么都忘了。你可不可以多说几句话，安慰安慰我，或者抱抱我？对不起。你就那么讨厌我？抱一下你都不愿意吗？我不想再错下去了。我喜欢你。如果不是立夏，你早就应该看到我了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立夏。我也只爱他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你都看不到，对吗？对不起。OK， 我没什么可要隐瞒的，没有孩子。孩子我打掉了，这下你开心了吗？为什么？孩子是无辜的。因为我想看你内疚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想看你内疚一辈子。这样你能永远都记得我了吧？再见。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相遇次之前，明明知道你会走远，我还是拼命靠前，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，我还不能妥协。很安静陪着你，不想让你担心。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？哦，我的安静不怀疑，就别再提，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？我程七七，爱了你7年，付出全部的青春和感情，
不惜成为我妈妈那样的第三者，可换来的是你喊别人名字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抚摸，以及你心里永远的愧疚。再见吧，独角戏终于要落